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长得像图片，不能吃，也不能摸，却有人愿意花几百万美金买下来？它不是艺术品，不是黄金，不是房产，而是一张存在于区块链上的图，叫做 NFT。你可能会问，一张图为什么值那么多钱？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从无到有，从爆红到争议，从圈内热潮到全民围观的故事。NFT 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来的？这背后的逻辑绝对比你想的更疯狂。我们先从一个关键问题开始。首先，我们得快速了解一下区块链是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本全宇宙公开的、不可篡改的超级大账本。所有交易和信息一旦被记录上去，就永远无法删除或修改。NFT 就是在这个账本上诞生的。NFT 是3个字母的缩写，全名叫做 Non-Fungible Token， 中文翻译成非同质化代币。简单说，非同质化代表的是每一个 NFT 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像钞票或比特币，每一个单位都一样可以互换。NFT 就像艺术品签名球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编号出处、历史记录。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看起来可以截图保存的 JPG 图片？这就要从 NFT 的诞生开始说起。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大约2013年初，这时候比特币刚刚崛起，很多极客在思考区块链技术除了发币还能不能记录其他的东西。于是在比特币的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叫 Colored Coins 彩色币的尝试。简单讲，他们是把特定的比特币标记上颜色，让它们具备特定功能，比如代表一张票、一份契约，甚至一幅画。这就是 NFT 的最早雏形。但 NFT 这个词真正被提出，其实是在2014年，由一位名叫 Kevin McCoy 的艺术家和技术专家 Anil Dash， 他们一起开发了一个系统，叫 Monetized Graphics。Kevin 把自己创作的数字动画在2014年5月上传区块链，命名为 Quantum，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件 NFT 艺术品。而这个想法的核心就是赋予数字作品所有权，让艺术家不再依赖画廊或平台中介。这场艺术家科技的小实验后来成了 NFT 运动的起点。然而这场实验的火花并没有立刻点燃世界。在2014年到2017年这3年里， NFT 的概念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为什么？首先，技术基础设施跟不上，当时的以太坊网络上不成熟，创建和交易数字资产的 gas 费及手续费昂贵且波动大，操作流程也极为复杂，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书。其次，缺乏用户界面，当时没有像 OpenSea 这样方便的平台，你必须通过代码才能进行交易。这段时间许多早期项目都昙花一现，但正是这些失败者为后来的爆发铺平了道路。 NFT 就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宝藏，等待着一个能将其带入主流的技术标准和现象级应用。就在这时候， NFT 居然还有一对无嘴像素人悄悄走红，他们就是 CryptoPunks， 由 Lava Labs 在2017年5月推出，一共只有1万个像素头像，每个都是24×24像素组成的低清风格角色。一开始这些头像是免费送的，只要你有以太坊钱包就能领取。结果几年后，这些免费头像被炒到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 CryptoPunks 后来也被称为 NFT 头像界的始祖，一举奠定了 PFP 头像这个 NFT 类型。实际上 CryptoPunks 的成功是多重偶然的结果。这些头像由算法随机生成 Generative Art， 它们的稀有度完全由代码决定。例如只有9个外星人，24个猿猴，这种随机且有限的特性完美契合了人类对稀缺性的渴望。它们的诞生时间点2017年5月，恰好是以太坊生态即将腾飞的前夜。所以 Punks 不仅仅是一张图，它是 NFT 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被许多人视为加密世界中的数字历史文物。你拥有的不仅是一张图片，更是对 Web3 早期精神的信仰证明。这个文化意义才是它能卖出天价的底层逻辑。直到2017年，一只猫的出现让整个世界炸锅。这只猫叫做 CryptoKitties 加密猫，听起来像儿童玩具，对吧？错了，它当年可是让以太坊网络堵到爆炸的始作俑猫。 CryptoKitties 是一个养猫游戏，你可以买猫、养猫、让猫交配生小猫，每一只猫都是一个 NFT， 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属性、外观、稀有度。
有些猫超稀有，被炒到几十万美金。CryptoKitties 在2017年底的爆发，不仅让全世界看到了 NFT 的潜力，更暴露了以太坊巨大的技术瓶颈。当时这只猫占据了以太坊网络近 15% 的交易量，导致许多正常的转账和交易都被延迟甚至失败，手续费暴涨。这次拥堵危机促使了以太坊社区加快制定和普及 ERC-721标准。这个标准就像是给 NFT 颁发的身份证规范，它定义了每个代币都是独一无二、不可互换的。有了它，任何人都能在以太坊上用统一的标准发行自己的数字资产。ERC-721 的出现，真正为后来的 NFT 大爆炸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互操作性。从此 NFT 的发行不再是零散的实验，而是迈向了工业化生产。从那一刻开始，人们发现，原来区块链不只能记录钱，还能记录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NFT 真正出圈了。接下来的几年， NFT 的应用开始疯狂扩张，除了猫，还有猴子、岩石头像、数字鞋子、虚拟土地，甚至一段推文都可以变成 NFT。 有个叫 Jack Dorsey 的男人，你可能知道他是 Twitter 的创办人，他把自己第一条推文做成 NFT 拿去拍卖，成交价是多少？你猜猜？290万美元。一条没人看的推文，就因为是第一个，加上 NFT 的热度，身价翻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但这只是开始。2021年被称为 NFT 元年，这一年 NFT 市场突然爆炸，交易金额从几千万美金暴增到几百亿。最轰动的事件之一就是 Beeple 这个艺术家。其实 Beeple 能成功，还得感谢一个关键桥梁——传统拍卖行的认可。他的作品 Everydays 是由全球老牌拍卖行佳士得公开拍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 NFT 作品进入主流艺术圈，被以艺术品身份登上拍卖舞台。这标志着 NFT 不再只是极客玩意，而是被艺术权威机构承认的资产类别。他把自己过去5000天每天画一张图，拼成一张叫 Everydays 的巨作，做成 NFT， 在佳士得拍卖成交价6900万美元。从此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了 NFT 这个名词，而 Beeple 也一夜之间成为全球身价最高的数字艺术家。Beeple 的成功不只是一个天价数字，它标志着艺术品定价权的一次颠覆性转移。传统艺术界过去一直由画廊、策展人和少数评论家主导价值，而 Beeple 通过 NFT 绕过了所有中介，直接由全球的加密富豪决定其价值。它展示了数字艺术品也可以拥有稀缺性和可验证的数字出处，当然争议也如影随形。许多传统艺术家和评论家质疑，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 JPG 凭什么这么贵？他们的批判直指核心， NFT 卖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链上记录。这场争论让 NFT 从一个技术名词彻底变成了关于数字主权和价值认定的文化现象。这一场热潮引来大批名人品牌入场，你能想到的几乎都来了。 NBA 推出 NFT 球星卡，叫做 Top Shot， Adidas、Nike 开始卖虚拟球鞋，巴黎世家把 T 恤变成 NFT 限量版，连周杰伦都发了自己的 NFT 头像系列。 NFT 不再只是极客玩的东西，而是进入了主流视野。而每一次爆款的出现，都在验证一个东西：人类对收藏、限量、炫耀、参与感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到底什么样的 NFT 有价值？ NFT 到底是不是泡沫？有人说 NFT 是艺术革命，也有人说这是大型击鼓传花游戏。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共识，只要大家相信一张 JPG 值钱，它就值钱，就像你相信这张只是钱，它就是钱。你相信某个头像能代表身份，那它就是你的数字脸。 NFT 的本质不在于这张图，而在于链上的认证，以及围绕它产生的社群身份稀缺性。但你也要知道， NFT 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背后那些真正推动 NFT 爆红的平台与团队，比如一个叫 Bored Ape Yacht Club 的 NFT 项目，简称无聊猿。它是10000个猿猴头像，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有些戴墨镜，有些叼雪茄，有些穿皮衣。最初价格才几百美元，后来一路炒到几十万、上百万美金一只。为什么？因为你不只是买了一张原图，而是买了进入一个名人俱乐部的门票。
你进了他们的 Discord 群，跟明星艺人富豪在同一个社群里聊天，办活动做合作，你还拥有这资源的商业版权，可以用它出周边、做动画、开品牌。这一类头像 NFT 有个共同特色，它们其实是社交货币。你挂着无聊猿、CryptoPunk、Azuki 做头像，不只是图好看，而是你向世界展示身份。我买得起，我是圈内人，我属于某个社群。它就像数字时代的爱马仕、劳力士，是一种虚拟炫富加圈层入场券。无聊猿 NFT 的背后公司叫 Yoga Labs， 它已经不只是发头像，而是在打造一个完整的 Web3 品牌帝国。他们陆续推出 NFT 元宇宙 ，Artside 收购 CryptoPunks 发币 ApeCoin， 甚至与 Adidas、Gucci、Snoop Dogg 等展开联名企划。Yoga Labs 代表了一种 NFT 不只是图，而是 IP 孵化器的新玩法，但也有人批评它过度中心化，把 NFT 变成传统品牌运作方式的翻版。Yoga Labs 成功的将一个头像项目变成了拥有知识产权 IP 和发行货币 ApeCoin 的数字帝国。它最聪明的地方在于赋予了所有者完整的商业使用权，这意味着拥有猿猴 NFT 的人可以自行用它开餐厅、出服装、做漫画，收益归自己所有。这种共同创造的模式是 Web3 品牌与传统品牌最大的区别。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成功也引发了关于 Web3 精神的深刻拷问。一、权力集中。虽然项目所有权分散给了 NFT 持有者，但 Yoga Labs 依然掌控着 IP 的发展方向、ApeCoin 的分配以及 Artside 元宇宙的核心设计。这与 Web3 理想中的去中心化精神是相悖的。二、金融化风险。通过频繁发行新项目、新代币， Yoga Labs 不断抬高自身生态的估值。这种高度金融化的操作让许多人担心它最终会成为一个中心化的庞氏结构，像是 OpenSea， 它是 NFT 界的淘宝加 eBay， 你可以上传交易、拍卖 NFT。OpenSea 的用户从几万暴涨到上百万，一度撑起整个 NFT 生态。但 OpenSea 的爆红也带来争议。2021年，一位产品负责人被爆料内线交易，提前知道哪些 NFT 会被推荐首页，先偷偷买入，等涨价再卖出。这件事震惊整个 NFT 圈，后来 OpenSea 紧急道歉，修改内部制度。它一度被批评去中心化的平台，却有中心化的黑幕。但也正因为这起风波，人们开始更关注 NFT 的透明度与公平性。还有像 Rarible Foundation、Looks Rare、Super Rare 等平台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创作者生态，他们鼓励更多艺术家加入，让买家更方便出价，甚至设定版权分润，创作者每次作品被转卖都能分到钱。听起来很棒，对吧？但其实这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比如有人洗单，自己买自己，把 NFT 价格炒高吸引接盘侠，还有人盗图把别人的作品挂上链，说是自己的。更不用说数以千计毫无意义的头像项目，上线1-2天就跑路，买家连维权对象都找不到。除了项目方跑路，还有大量用户遭遇 NFT 被盗的事件，有些是点击钓鱼网站签了恶意智能合约。而风险的黑洞往往藏在代码深处，比如在2022年，黑客通过诱导用户签下一个看似无害的智能合约，却获得了操作用户钱包内所有 NFT 的权限，被称为 Set Approval for All， 然后瞬间将用户的数字资产洗劫一空。这种非暴力、非破解的盗窃方式，让大家意识到代码的不可篡改性，既是 NFT 的优点，也是它的最大安全隐患。此外，更基础的安全问题，还有钱包助记词泄露，导致资产被黑客一扫而空。因为 NFT 的特性是不可篡改，一旦转走就几乎不可能追回，这也让人重新审视，技术在先进用户安全教育跟不上也是白搭。NFT 从最初的数字革命，慢慢也成了一部分人眼中的割韭菜游戏。但这是不是 NFT 的错呢？还是说人性才是最大的 bug？ 先说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技术让 NFT 可以独一无二？答案是区块链加智能合约。 NFT 不是图片，它是一个储存在区块链上的代币，这个代币记录了它的所有者、交易历史元数据原始出处。而 NFT 能不能转手，有没有版权，有没有收益分润，这些规则都写在一段叫做智能合约的代码里。智能合约就是自动执行的合约机器人，
谁都改不了，也不会忘记。比如这个 NFT 每次被转卖，原作者都能分到 5%， 那不管被转几手，系统自动转账，原作者永远有收入，这才是真正颠覆性的地方。那 NFT 存在于哪条区块链上？目前主流的是以太坊 Ethereum， 还有像 Solana、Polygon、BNB Chain、Tezos 这些区块链也支持 NFT， 不同链有不同的交易速度、手续费、环保程度。比如以太坊曾被批评太耗电，一个 NFT 交易要消耗惊人能源，后来以太坊进行了合并的 Merge 升级，采用更节能的 POS 机制，这次升级让它的能源消耗直接降低了超过 99.9%， 解决了这个最大的环保争议。但这说明 NFT 不只是图片好不好看，而是背后的技术能不能撑起它的价值。说到价值，就不得不提 NFT 和元宇宙的结合。在虚拟世界里，你怎么证明你拥有一个东西？答案就是 NFT。 你买的虚拟土地是一个 NFT， 你穿的虚拟潮鞋是一个 NFT。 NFT 就像元宇宙里的所有权证明，你拥有这个不是说说而已，是写在链上的，全世界都认的。在应用方面，游戏产业是先驱，区块链游戏像 Axie Infinity 让玩家用 NFT 角色作战交易赚钱。Axie Infinity 曾是边玩边赚 Play to Earn 最成功的代表作。在2021年，光是菲律宾一个国家就有数十万人靠打游戏养活全家，甚至还出现了游戏打工团，有钱人雇佣打金工人赚 NFT。 但好景不长，随着新玩家减少，游戏通货膨胀， Axie 的收益越来越低，最终泡沫破裂。最惨时，一只 Axie 从$300跌到不到$10。Axie Infinity 的衰落是 Web3 经济模型设计中最惨痛的教训。它采用了双代币机制 ，AXS 治理代币和 SLP 奖励代币。玩家通过打游戏赚取 SLP， 用 SLP 来繁殖新的 Axie 角色。致命缺陷在于 SLP 是无限铸造的，但消耗场景却有限，这导致 SLP 的产出速度远远大于消耗速度，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当新玩家进场速度放缓时，整个经济模型就无法支撑。这场大起大落让大家看清，一个可持续的Web3游戏必须要有外部的真实的价值输入，不能只靠后进场玩家的资金来支付先进入者的回报。这场大崩塌让所有后来的区块链游戏都开始重新审视经济模型，从边玩边赚转向边玩边拥有。2022年后， NFT 市场确实从高峰滑落，交易额大减，很多头像项目价格腰斩再腰斩，炒作热潮明显退烧。但与此同时，一些真正落地的 NFT 项目却慢慢站稳脚步。2023年开始，连传统巨头也开始大规模布局 NFT 与数字资产。星巴克推出 NFT 会员系统 Odyssey， 绑定积分和社群互动。Visa、Mastercard 开发 NFT 支付接口。Sony 申请专利，把游戏道具转化为 NFT， 让玩家跨平台拥有物品。Amazon 传出正开发自己的 NFT 平台。这些案例说明 NFT 正从投机工具转向实用型应用。比如音乐产业，歌手直接发 NFT 作品，把演出门票、签名、CD、粉丝权益都打包进去。教育认证， NFT 作为学历证书，不可篡改全球认证。房地产，部分国家试行用 NFT 作为房屋产权证明。这些才是 NFT 的未来，不是草图，而是打通虚实世界的桥梁。不过说到这，我们也要诚实面对， NFT 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大众教育也远远不够。不是每个人都懂区块链、钱包、gas 费、私钥管理，更别提如何避免诈骗、保护创作者、平衡版权问题。但这正是他正在走的路。就像20年前你爸妈不相信线上银行，今天已经离不开手机转账。 NFT 也许会经历一样的过程。最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 NFT 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图，不是炒作，不是下一个暴富机会，它是记录数字资产的方式，是身份的证明，是去中心化拥有权的实验。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正在尝试开启数字世界的大门。它已经让全世界重新思考，在网络世界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值多少钱，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这
就是 NFT 的故事。